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，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。唱到脸薄通红还脱衣，刘宇宁被夸上头，杭州演唱会变大型宠粉现场。2026年3月15日晚上，杭州奥体中心体育馆里，数万人齐声喊着安可，声音快把屋顶掀了。按照流程，刘宇宁的演唱会该在2首返场曲后结束，灯光暗了，乐队准备收工了。可他站在台上，看着那片不肯熄灭的灯海，扭头跟团队嘀咕了几句，然后拿起话筒说：“算了，来得及就唱。”这一唱就从2首变成了4首。粉丝后来调侃，这是掏空库存式宠粉，直接把准备好的歌单全送完了，人快把自己送出去了。这事儿在网上炸了，有人说他是心软的神，为了粉丝的不舍，甘愿承担超时风险。也有人觉得这宠粉是不是有点过了？但争议之外，更多人记住了那个画面，他唱到脖子和胸口一片通红，青筋都起来了，汗珠在灯光下闪着光，还在那全力输出。唱开到荼蘼的时候，那股劲儿被粉丝戏称为唱到把自己蒸熟了。这还不是当晚唯一的意外。唱寻一个你时，舞台喷出的彩带纸片，好巧不巧飞进了他嘴里。他愣了一下，捂着嘴，下意识吐了吐舌头，那表情又猛又好笑。回过神，他对着台下吐槽：“少放点，都是我的钱。”东北腔一出来，全场笑翻。后来直播里他还提这事儿，说只为配菜的体验挺独特。加唱的4首歌是他早就备好的库存，原本打算留点悬念，但粉丝一喊不舍得，他就心软了。他说：“你们再不舍，我也一样。没有彩排，没有预案，就是临场的决定。从该相逢的人会再相逢到纵马踏歌行，一首接一首，把原本该有的离别伤感，硬是唱成了加时狂欢。唱到后面，有粉丝在台下高声念他的各种头衔，夸他什么3平台破万男主。他听着听着，笑着把身上的黑色皮衣外套脱了，露出里面的镂空蕾丝内搭，肩膀线条若隐若现。这一下，现场直接炸锅。后来大家说，这是夸到脱衣，完成了宠粉的闭环。其实这种实在不止在台上，演唱会开始前，他团队就琢磨了不少细节，知道女粉丝上厕所排队难，临时调整了场馆卫生间的配比，担心大家散场后打车不方便，又协调准备了优惠打车券，连舞台上的激光角度都调过，怕影响粉丝举手机拍摄。这些事他不说，很多人可能根本不知道。连唱2天，2026年3月14日和15日，杭州奥体中心体育馆2场都是秒罄。第2天晚上唱完，累是肯定的，但夜里10点34分，他又打开了直播，陪没到场的粉丝聊了77分钟。他说连唱2场确实累，但得聊聊，不然大家有戒断反应。直播里他状态挺松弛，聊误吃彩带，聊粉丝起哄，还是那个熟悉的爱唠嗑的移动脱口秀现场。这次杭州站是他烛光儿行巡演的倒数第2站，唱到中间，他聊起和这座城市的缘分，说10年前在这里参加选秀，第1轮就被淘汰了，也在这里拍了第1部电视剧《热血少年》。他说站在这个万人场馆里，感觉风都是甜的。台下有人举着6年等待，终赴此约的牌子。演唱会总有结束的时候，他在台上回应家长请求，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：“得考虑演员刘宇宁了。”意思是这轮巡演完了，得回去好好拍戏了。南京是最后一站，定在2026年4月18号和19号，之后什么时候再开演唱会，
他说要缓一缓，等有新作品、有新想法了再说。那4首加唱的歌，像是给这场奔赴一个额外的、沉甸甸的回响。没有流程表上的精确计算，只有台上台下那一刻都不想结束的默契。灯还亮着，他就唱着。歌唱完了，缘分还没散，那就直播里再见一面。有人说，现在看演唱会，像完成一个标准化流程，但在他这儿，流程好像总是为人让路，为那份具体的不舍，为那个飞进嘴里的纸片，为所有计划外的真实的瞬间。